老师如何看待像雅各？你看他说这些话呢，就感觉其实挺有一点薄凉的感觉，真的嗯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也是教会当中一个柱石，但嗯，是他在保罗传福音这件事上感觉是很消极，而且呢，有人说呢是这个从雅各那里的人来之后呢。这对个彼得就吓了一跳，就是对，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像约瑟夫的犹太故事记里边记载着，约嗯瑟夫也很认可这个人的敬虔这种，他就是他在这个整个保罗传福音当中呢，扮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保罗是不是有点激怒他的感觉？没有，但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保罗一直在维护这个教会的合一嘛，所以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说要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这些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所以他搞好关系也并不只是为了搞关系而已，而是说他就是说是从教会合一的角度来看，就是神的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刚刚提到，不管是他加拉太书这么反对割礼，他自己给提摩太割礼，是吧？他还去跑去献祭，就这些在我们现在来看真的是很难接受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要知道他背后的目的不是他言行不一致，不是说你看你都那么反对割礼，你还说什么你要割礼你就跟这个基督无关无分了，是吧？这是他自己说的，结果他还给别人割礼，所以不是说他言行不一致，而是他有个更高的优先级，就是说在面对教会合一的这些事情上，他可以放下这一切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保罗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个合一。那你说他跟使徒们有没有这些微妙的这个一些张力呢？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他自己也说我论启示来说，我一点也不比那些超级使徒是吧？不说了吗？我不比那些使徒在他们之下，对不对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也不说好像觉得就是说这个好像低人家一等。但是他既然这样说，就表明肯定当时有人这样看，对吧？那表明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们还是有这个隔阂还是可能有那么一点以至于雅各后面也让他做这些也是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啊这个压力吧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大会15章的时候，那最终还是要雅各出来发话才行。那彼得、嗯。那保罗说的都不算，是不是嘛？那雅各说了之后，这些人才愿意听，对吧？所以那这个这个地位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是很看重跟使徒们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合一的，最后他因此而殉道，是吧？那这个其实是我讲那么多，其实我们的一个反思，就我们很多时候一言不合就分了，是吧？你没有看重教会合一，在不讲外邦嘛或者是在你甚至说在这个信的人当中的这个见证吧，是吧？咱们有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如果因为就是理念不合，或者是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什么中午的做的饭不好吃就离开教会了，或者是换教会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各种各样原因都有那如果教会分裂，你的这个合一，就是说这个见证就失去了嘛，是吧？这个你看保罗他都愿意放下很多东西，是吧？割礼也好，去圣殿也好包括这个最后殉道也好，他放下很多东西，就为了教会的合一你看他写的这些书信里面，对吧？这个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教会一大堆问题，他为什么还要写？还要就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教会，如果到今天肯定都被骂死，谁还愿意去那种教会？是吧？各种这个伤风败俗的事情都有对吧？你的教会怎么感觉比社会还乱？但是保罗还是很爱教会，还是写信来就是牧养他们，帮助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他非常看重教会的合一。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要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对，不能就是一言不合我们就分裂这个其实是不好对，你看保罗他就从人的角度他真的妥协了很多实际情况对吧？他做的事情他妥协了很多就在这个优先级上，他愿意优先教会合一。
对，我想用一个词来，用一个例子来形容保罗去献祭的感觉，他好像你要马丁路德当日去罗马的教堂里去参加弥撒的感觉，嗯因为性质上一样，都是把基督再次钉死在十字架，救恩已经嗯成全了。嗯，但是保罗却要献祭，好像让马丁路德去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去参加弥撒一样，对他来说真是不容易，真的很感恩。看到保对呀、罗老师讲开这些段的时候，很触动，是，求主帮助今天教会能够注重合一，嗯，天不容易，真理但要注重合一。对，是不容易的。老师，那我可以，对不起，弟嗯兄讲完了吗？我可以顺便顺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个吗？就啊，是我在，说，对，我在想，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么的反对割礼，到这里面他好像可以为了合一去妥协，那妥协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我们合一应该在真理上面，那这个。割礼献祭这个，我觉得放在今天来看，都已经到了那些蛮核心的教义的层面了。对啊，那怎么样去看呢？然后对吧？那我就觉得，那你合一到什么样的程度？不是要在真理里面合一吗？那为了为了什么？为了合一而妥协？我不知道这种应用的时候，这个度怎么把握？什么东西是可以对，可以？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这样说哈，就是你觉得对于保罗来说，他在不在乎这个割礼，割不割对他来说，重不重要？不重要，这就是关键，不重要，割不割都行。献祭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对他来说，基督救恩早就成就了，你让我献不献啊？说实话，对他的良心来说，他能不能有自由，这是关键。就是他如果觉得对他来说就是割礼嘛，对吧？因为犹太人说你必须得割，是吧？那对他来说割不割都不行，割不割都行，所以他也可以割。他反对的是，如果你说不割就不上天堂哈，或者不割就不得救，那这个是他要反对的，对吧？但是对于这个割礼这个本身这个行动啊，其实跟得救没有关系，就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认为说你不割礼就不得救，那这肯定要反对，这也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立场。但是他不割礼，他就是在割不割这件事情上面他是自由的，他就算割了，他也知道我给提摩太割，我不是为了说让他得救不得救，而是说我为了体恤你们良心的软弱，是不是嘛？我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就把它割了，是吧？就跟保罗讲的那个吃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对吧？那弟兄软弱，我就全不吃肉，所以吃不吃对他来说他都可以，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他的良心只要自由，哪怕就像你说的，哎，咱们有一天跑到这个清真寺里面去聚会，可不可以？哎，咋不可以呢？对不对？啊，你是甚至去到电影院里面，去到这个佛堂里面，我都可以聚会，我就面对那些偶像，我照样可以赞美神，没有问题啊。你良心自由，对不对嘛？那别人可能会觉得，哎，你咋跑到那个你去求神拜佛去了，对吧？别人可能有这个危险，就是说认为你啊，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信仰出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坚固的根基，你不被这些动摇，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就 OK 啊。就他知道，保罗知道他没有在妥协真理啊。OK， 我补充点啊，我补充点涉及到应用的，就是就是于姐妹提出的。那我觉得保罗就是刚才姜老师讲的非常对，就是保罗是第一绝对不歪曲基要真理部分，对。第二，良心自由，良心自由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说白了，其实他知道割不割、献不献根本不重要，但是别人看你割，别人看你献，就显得很重要了，你懂我意思吧？对。比如说像我有一次接待一个外地的弟兄，他就是传统家庭教会的，他就说要请我吃火锅，然后他说杨老师我不自学，就好像不自学好不好？我说好啊，非常好啊。好，那如果你坐在旁边的人说，哦，冉老师今天晚上不吃血，然后他觉得吃血是涉及到救恩，那就错了，你懂我吧？就是对我并不是认为说吃不吃血涉及到救恩，但是另外的人他可能会这样的解释，是吧？但是其实保罗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保罗的合一是来自于第一，来自于对基要真理的完全的持守和信心。
这是第一。第二，保罗是来自于爱。但今天的普世，比如说罗马教会也好，或者很多的普世教会运动，我们都知道20世纪普世教会运动带来很糟糕的后果，就是追求教会合一。他们的合一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某种样讲，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和稀泥。然后在基要真理上不持守，然后呢，为了博得那样一个就是说和好的名声去和好。这种事情其实某种样讲就是过度实现的教会模式论，是吧？对，是的，过度实现的，对，模式论是吧？对，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好的。对，但保罗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对，我认为，其实比如说啊，像我有一次，我的一个还不信主的朋友，他说老冉，你信主了，喝不喝酒啊？我说我其实不想喝，但是你这么说，我就今天晚上陪你喝一杯。他说你这什么意思？我说喝吃喝喝为什么要神？是。我说凡事我都可做，但不对我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辖制。是。对。然后你如果旁边来一个基要的基督徒，他不知道救你说啊。老冉，你看他平时那样啊，你看他还是喝酒嘛，是吧？那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是吧？就是你在基要真理上，还有你是为别人，就是为别人而不做，并不表明你不自由，你其实很自由。你为别人不吃血，为别人不喝酒或者喝酒，你都是相当自由的，极其自由。OK。我的回应是，谢谢任老师。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呢，一方面不要论断别人，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动机啊，别人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处境是吧？然后呢，你有自己持守的是很好，是吧？那只要在真理上，你的良心自由啊，我们最终因为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嘛。我相信保罗他做这些事情啊，他在神面前他能交得了账，因为神知道他的心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绝对不是说还认可啊，还要献祭，对吧？认可这个必须要割礼这些啊，而是他有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动机在当中就透过这个看到他的优先他优先什么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我们要优先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大家可以放下，是吧？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维护教会的合一，这个才是关键对。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我看你说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我看了这几卷对观福音的时候，会发现同一样一个事件，作者根据他的写作目的或什么，他的编排是放在不同的上下文的。对。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那作者的写作目的会影响同样的一个故事的解释吗？就是他怎么应用这个材料？对于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这个的中心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有啊。那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中心意思出来。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叫历史，对吧？如果你只是介绍一个历史的事件，你就是描述一个事情而已耶稣受洗了。但是对于福音书的作者，他要表达的不只是说我好像就像拍视频吧，告诉你耶稣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受洗了，而是说他要把这个事件要解读，要穿插到他的一个大的故事当中。就好像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是要强调他是这个神的儿子，对不对嘛？强调有天上的声音，圣灵的降临，是吧？强调他要遵守一切的这个律法，对吧？这个强调这些。可是路加在这里用耶稣的洗礼，他是要强调圣灵的降临，强调圣灵的膏抹所以他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作者在使用的时候，他要表达不同的这个重点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怎么解读历史，对吧？就是平时的历史也是一样，同样一个事件，你不同的立场解读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这就是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还原那个事件到底是当时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没办法还原的我们能看的就是
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安排这个事件，他为什么要这样描述这个事件，尤其是在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因为在当时你知道写作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你写个东西写错了，你删掉就容易了，对吧？那个时候写一个字都很费劲的啊，你刻的羊皮卷啊，或者用那个蒲草纸啊，就是写作是很贵，而且是很这个就是你修改这些都非常非常麻烦的啊，所以真的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一掷千金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画，你知道吗？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字，他绝对不会就是写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而他这样写的时候，他有的地方多写，有的地方少写，那他都是想清楚的，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设计和安排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找到的背后的东西，就说哎，他为什么这样写啊？他不是随便写的啊，他为什么把这段放在这里？他为什么跟其他几个作者记述的地方有偏差啊？那我们看起来是有偏差，其实不是说你不是说啊，那到底哪个讲的对，哪个讲的那个重点我们就搞错了。我们要问的就是他有这样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要表达什么样的特点啊？而且你要知道，路加肯定是假设你都看过马可福音的，对不对嘛？因为他基于马可写的嘛，是不是？他写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马太、马可？当然，约翰写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主后90年写的时候，他肯定知道大家都看过马太、马可、路加了，是吧？所以大部分的内容，马太、马可、路加写的时候，他都不写了啊，包括什么耶稣最后的这个升天这些，他都不写了，因为这都有嘛，对吧？大家都看过了，不需要再写。所以如果有些东西明明大家都写了，他还再写一遍，那就表明那有些东西就是对他来说那个更重要，那3个人没写出来啊，比如说。耶稣的5饼2鱼神迹是吧？马太、马可、路加都记录了呀，那约翰又写了一遍，是吧？那你说那你为什么要再写一遍呢？那他再写一遍，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有这个事情，而是因为马太、马可和路加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没有写出来啊，而约翰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啊。所以你看，他们在选这些内容的时候，他都是精心就是设计的，他知道有些东西他要表达出来。啊，他要补充上来啊，这是其他作者没有提到的啊，那这个是他写作的目的，对。OK，所以像路加福音，我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其实要看作者本身他的宗旨是什么，然后他用那些材料来支持他的观点、他的论述这个角度去看他怎么编排那些材料，是吧？对，所以我们才强调一定要看上下文啊，要看上下文。所以你如果把所有的抽离出来啊，那你忽略上下文之后，你其实就很难知道那个作者他到底要讲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上下文。为什么要按卷查经啊？要这个释经讲道，就这个原因，对吧？你要注意上下文，而且这个上下文不仅是文本的上下文，它还包括历史的上下文，文化的上下文啊，整个这个 context 都在当中啊，你才能理解他当时是为什么这样说啊，他这样说的目的，他是针对谁这样说啊，他的这个读者是谁啊，这些我们当你回到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当时的那个读者的环境当中，你再读，那对你带来的冲击力就完全不一样，就你一下就能够 get 到他很多的东西，就是他要告诉你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跨越这个时空太久啊，所以他讲的你可能就跟你不相关嘛，但是当你回到那个上下文当中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福音带来的冲击力啊，是吧？所以这个很不一样的哈。谢谢老师。对，所以我这门课呢，其实也我给大家挑的内容讲的也都是尽量把这些上下文啊，还有历史背景啊，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平时没怎么听过的一些解读，更多的就是给大家提出来。对，所以我也是挑的一些讲的哈，就是那下一次我们就会跳到耶稣的比喻来讲，我们特别讲耶稣的比喻我们会讲怎么研究比喻，然后怎么解读比喻等等这些。今天就没时间了哈，那大家还没什么问题？老师，就是关于那个保罗的那个，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保罗带提摩太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他受了割礼，但是他带提多去的时候，也有人想要去给他们施加压力，或者是暗示他，你提多你是不是要受割礼？对。但是保罗在加拉太就说他一刻也没有
容让他们，而且没有容让他们的原因就是保罗说我没有妥协，对，我没有妥协，原因是我为了要让福音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对，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是，还有那个在以弗所书中那个第2章的那个后面一点，保罗花了比较大的篇幅来去谈论一个问题，谈论就是合一的一个就是外邦人和基督徒和犹太人，合一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福音。对，所以这个关于保罗的他的一个妥协，这个就在这里看到是保罗他一直在外邦人中间是用真理来去来去讲明白合一真正的缘由。在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面对这个其实他可意思就是他如果在提多的这个事情上妥协一下，和他那个献祭上妥协，他这两个都有共通之处，但是保罗却没有这样做。对，这个是很好的观察呀，这就是讲到了他是完全自由的嘛，对不对嘛？所以他为什么给提多同样一个行为他可以做，另外一个行为不能做？你看保罗在讲这个吃祭偶像物的时候，他就讲到，对吧？如果你买回家自己吃没问题，你反正祷告了就同样的肉是吧？你那个洁净了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如果你要去到那个庙里面，对吧？你跟他们吃，他就说这样就不行。所以同样的肉在不同的地方吃出来效果不一样啊？为啥呢？因为你在家里面吃，反正你洁净，你知道凡物都洁净嘛，是吧？没关系啊，这个神都能洁净，对你不会影响什么。但是如果你跑到那个拜偶像的到那个庙里面，你去吃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拜偶像，因为当时所有人拜偶像的人都是在那个庙里面吃。那这样的话，你吃肉这个行动啊，就会让别人觉得你也在拜偶像，这个就很不好的见证，对吧？所以他说你就不要去。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一个行为，你说为什么有时候他割有时候不割呢？这就是根据他的处境决定的。他在那个处境当中，如果他知道那个处境他割的话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他就不能割。但是如果在那个处境当中他觉得不割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他对吧就得割。所以那你说那到底他的处境当时是怎么样？那说实话，你不是当事人，你不在那个现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圣灵对他当下的一个带领，你就不能画一个一刀切说啊就是不能割，死都不能割啊，而是说在这个当中你有一个良性的自由和一个对处境的敏感啊，从圣灵来的带领，哎，有些时候我可以做，有些时候我不能做。那这个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处境化的问题，就是我在不同的处境，可能我的选择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我说我们以后比如提到祭祖啊这些东西，就是很好的一个讨论。因为在同一个行动哈，在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它有很强的拜偶像的一个嫌疑，但有些地方就没有，对不对？所以那你说那你在那个有很强的拜偶像的嫌疑，你这样做，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在拜偶像，那这样就是不好，对吧？但同一个行为可能在其他地区就无所谓，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啊？那可能你可以考虑，也许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也要看处境，是不是？所以不是说好像这个行动这个行为就是绝对不能做，什么情况都不能做啊。有些可能是这样，但是那些都是极少数的跟基要真理相关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处境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给提多和提摩太的不同的操作，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处境的那个重要性。对。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除了持守基要的真理之外，自己的良心，其实别人的良心跟信心也很重要，不要绊倒别人。对，他至少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嘛，对吧？他希望他这样做可以帮助到别人，让别人更好的能够认识福音啊，因为有些人良心软弱，是吧？啊，对，就像我刚刚讲洗礼，有些人就我就是得敬礼，那我也能接受，没关系，因为他不敬礼，他接受不了，是吧？那他更软弱嘛，是不是？他接受不了你的点水礼，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自由的，你怎么样都行啊。对，所以那我就在愿意点水的我就给他点，要不愿意敬水我就给他敬，对吧？对我来说 OK 了啊。但对敬礼来说，他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就不能接受，是吧？那这个你为了照顾他，那这个没有问题啊。对，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想我其实还没有特别明白为什么那个路加或者几卷福音书都有3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个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这个故事。除了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部分耶稣的身份之外，他是想要做一个铺垫吗？因为最后面耶稣基督是被他的本族本国人厌弃的，就是从本家开始，然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就是他为什么要记载3卷都有记载？对，所以这个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方面可能这也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对吧？就有人称赞他，你看22节就说众人称赞他，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是吧？有人那个其实这种赞同跟反对是一直伴随着耶稣服侍的一生的，都是这样的。就是甚至法利赛人当中也有这个支持他，像尼哥底母啊这些，也有就是反对的，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可能首先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也表明他们在犹太人内部当中，我刚刚讲了嘛，因为这个背景就是说你当中没有合一，对吧？你们彼此不合，表明你们之间是有问题的哈，真理不在你们当中。而教会呢，它需要就是透过合一来展现福音的大能，因为你想嘛，你原来在犹太会堂，现在你在马路对面建了教会，那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是不是？你怎么能说服别人说你这马路对面的教会才是对的，那犹太会堂就是不对，是吧？你怎么能够让这个犹太人能够认出来到底真理在哪一边？他们我不说嘛，当时的人就是透过合一来去认出来，是吧？那他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个合一，那他就可以去认出来，是吧？那这是也是一个背景哈，也是一个可能性。还有就是你说的哈，他这种反对哈，一直伴随着，就是已经铺垫这个故事当中，一直伴随到最高潮，就是耶稣最后被钉死。这个反对到一个极致也表明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审判那路加福音最后也是提到这个审判，这个使徒行传最后提到对吧？听也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见所以继续的就是说我就像我说的，路加其实他在写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想着那些犹太读者，他也希望这犹太读者读了之后可以反思就是说到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反对？对吧？这个是，也是路加写这个给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反思的一个机会就是让那些反对的人读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份认，他是这个角色代入嘛，是吧？就是说他也反对耶稣，他看到这些反对的人，他也去思想他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主的身份对，所以可能很多都有吧，很多这个情况都有，对。而且在这一段当中如果你看，因为路加他跟马太马可不一样，就是你看这一段当中，如果你看后面讲到这个以利亚29节到30节讲到以利亚，对吧？没有分差到其他的，他就去那个西顿的那个撒勒法的妇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么都长大麻风的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得洁净，所以这句话讲出来就明显的表明什么？就是你是神的百姓，对吧？你不听神的话，上帝都不拯救你，上帝反倒使用了一个外邦人的寡妇，上帝甚至是帮助了一个敌对国叙利亚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敌对国的一个君王，是吧？就是表明什么？你不接受福音，神的福音接受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信，外邦人得救就是给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这个当头一棒，是吧？就是让他们看到说，哎呀，这个神的福音不是看我们是种族的而是透过这个信心，哪怕外邦人他透过这个信心，他都能得到神的称赞所以耶稣这样一说，你说他们生不生气？那肯定就是要生气嘛，对吧？但是路加的强调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主要的读者是那些外邦人他让外邦人读到之后才发现，原来你看神在旧约就已经悦纳我们这些外邦人了，对吧？甚至比这个神的百姓犹太人比他们还就是还得到悦纳，是吧？那这个也是让读者能够就是说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够知道神的福音是接纳他们的。对，
老师，那19节这里，就是感觉这一整段其实都有好几类的对比了。那19节那边讲到，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个悦纳那个词，实际上也就是我看原文，它那边实际上也就是第24节那里的悦纳，是同一个词。对，这两个好像一个强对比，就是神已经悦纳人了，对，但是人却不愿意接纳神，不悦纳神。对，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对比啊！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对比，对。所以，而且这两个悦纳是同一个字嘛，接纳，对啊，他就是用这个来表明是吧？神已经接纳你了，你又不，这就是马丁路德说的，我们的信心就是对神接纳我们的一个接纳，就是我们接纳一个事实，就是神接纳了我们，这个就是信心，是不是所以犹太人一直没办法接纳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而且你要看这个他希腊文里面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最后一个字就是接纳，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接纳放到最后，就是说来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以这个接纳为结束来强调这个接纳这个字。对，明白。所以有可能这个也就是他对那个以赛亚书的引用停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嘛，有可能。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对。OK，好的，谢谢老师，我问完了。对，谢谢